欢迎收看这一系列最后一集关于美国政府保险计划的视频。首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市场上的概况。美国不崇尚什么政府来包办什么东西，所以即使在医疗这个领域，多数医疗机构都是私营的。来看，有62%的医院在市场上都是私立医院，但是他们基本不算盈利机构，就是他们的目的不是赚钱，差不多能保持平衡就可以。20%的医院是公立医院，还有18%的医院，还有这些医疗设施是盈利型机构。这18%多数是什么？比如说整容的呀、减肥的呀，还有就是走非常高端的市场路线，很多比如说他都不接受保险，要价特别高，专治疑难杂症的。这就是盈利型的，多数我之前讲那些医院，多数都是在这个范围当中，而且60%到65%的医疗开销或者就是花在这个领域的钱，都来自于政府医疗计划。为什么？既然这个东西像我之前讲了那么多商业保险的东西，多数人的钱都是就是雇主买的医疗保险，然后是完全是商业的医疗保险公司在运营。为什么会有更大批量的钱是政府在花呢？因为政府管的是老人家的医疗保险，这是对医疗资源需求最多的一个人群。好，所以我们来看它到底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给美国人提供什么样的医疗保险。第一 Medicare 我在上一集提过，就是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老年人退休之后，你没有地方上班，你就没有雇主，没有雇主给你买保险怎么办？政府来包办。第二是 Medicaid 是给中青年人的保险。为什么？如果是有一个正常工作的话，一般都会有医疗保险。但是有些人，比如失业，或者是他一直是做 part time， 他没有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他一直打零工的话，你就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保险。同时，这种人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低收入，所以政府会提供这样一个保险计划，你可以从政府获取，根据你的收入水平，你要交钱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 CHIP 是一个缩写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这个是在 Obamacare 出台前后专门扩大的一个保险项目。它 CHIP 应该是算在 Medicaid 以下的一个 sub program， 但是因为它所涵盖的人群相当大，所以把它单独提出来，就是专门给儿童的保险，尤其儿童处在低收入家庭，父母又没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来保证给孩子提供医疗保险，孩子也是算医疗系统当中用保险用的比较多的人，所以政府会有这样的保险计划。你可以选择，也是根据收入来看你到底要交多少钱。第四是现役军人以及退伍军人的保险 TRICARE 和 Veteran Health， 这个我在这一集不会专门去讲。现在如果你看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报表的话，它会专门有一项军费开支，主要的军费开支像现在又不打仗，它的军费开支就是开到了这个退伍军人的保险上面。也许我在将来会开一集来讲美国的兵役制度以及退伍军人的问题，那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可以写在下面，我看看我要不要讲。今天这一集我不打算去包含这个方面的东西。首先我们来看 Medicare 我说过了，它是给退休的人用的。这个 Medicare 这个项目是由联邦政府出资的，所以无论你住在美国的哪一个州，你基本面临的政策是一样的。要想申请 Medicare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年满65岁，或者如果你年纪不到65岁的话，是身体有残疾的，也许你可以符合 Medicare 的条件。第三，它只给有美国绿卡的人或者是美国公民，对于多数持其他非移民签证的外国人来讲，你是没有办法享受的。第二要讲的是 Medicaid 是给就是中青年的医疗保险。Medicaid 和 Medicare 不同的就是它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来办的，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你住在不同的州，它的政策是可能不一样的，尤其是它对于你的收入要求的是不一样的。要申请 Medicaid 的第一条件就是要低收入，这个低收入到底有多低，各个州不一样。美国联邦会有贫困线，美国贫困线的划分不只是看收入，它还会看家庭规模。
你家庭有多少个人，然后你家庭总收入是多少，这样一个综合的指数。如果你的收入是在贫困线的4倍，家庭收入是在贫困线的4倍以下的话，都很有可能有很多政府的福利，还有这些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项目是可以申请的。或者是暂时失业，有时候失业的时候，你如果去申请 Medicaid， 它也会来看你以前的工作状态以及你是否有储蓄，很多州会这样来看。还有就是要有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才可以进入 Medicaid。简单来说，你要想申请 Medicaid， 第一要很穷，第二要有美国绿卡和美国公民。我说了半天，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和我们外国人没有关系，既没有美国绿卡也不是美国公民的话，这些项目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是有关系的。在 Medicaid 下面有一条叫做 Emergency Medicaid， 紧急医疗救助。Emergency Medicaid 是专门给没有保险的外国人设置，和你所持的签证状态无关，即使是非法移民也是可以享受的。它所 cover 的项目是必须要在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比如说你出现车祸，有生命危险，或者有什么很严重的疾病，就是可以在有些州就可以申请 Emergency Medicaid。 我知道留学生的话是必须要有保险的，但有时候对于有些情况，比如说父母还有比如探亲的家属来没有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如果你真的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医院去救治，钱是次要的。因为我讲过 Medicaid 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所以各个州的政策是不一样。感兴趣的话去搜索一下你们州有没有 Emergency Medicaid 这个项目，很多州会有。如果遇到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医院，而且不要太担心钱的问题，很可能是 Emergency Medicaid 会来 cover 你的医疗开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到哪里去申请呢？ The Health and Human Department， 所有的 Medicaid、Medicare 这一些东西，这些项目都是要到 Health and Human Department 去搜索一下，每一个城市都会有，甚至还会有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办公室。或者你如果去的是比较大的医院的话，问一下医院里面有没有常驻的 social worker， 他们对这个领域会非常熟悉，也许他就会告诉你你有什么可以申请的 program 来帮助你度过现在的难关。中国人有这个传统，不愿意接受社会救助，不愿意接受福利。我看过数据，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是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失业救济这样的政府计划，来帮助人度过暂时的难关。就在那个时候，在芝加哥有10%的白人都会申请这样的计划，同时华人去申请失业救济只有4%。中国有这样的传统，不愿意接受救助，更愿意自立自强。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不要去犹豫。在美国，外国人都是要照常纳税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该得的东西。第三要讲的是 CHIP 儿童医疗保险。CHIP 也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这就决定了在不同的州会有不同的计划，对收入它的规定会不同，所以你要去查你所处的州它的计划是什么样的。要想申请 CHIP 的话，首先这个孩子要在19岁以下，第二还是要低收入家庭，同时如果是怀孕的话，会有怀孕以及生孩子这个过程是经常有这样的 program 来 cover 你的产检以及生产的费用的。所以同时要想了解这个东西，还是去我前面提过那个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去那里去问，或者你去网上去搜索 CHIP， 我会把申请 CHIP link 放在视频下面，你们可以去看。到底申请 CHIP 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以及需要什么条件？有些州在网上填表就可以申请。这一系列关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片子就结束了。我拍了这4集，如果有人没有看的话，就点回去看。我觉得我花了很大功夫在这里，而且这里面的信息量也很大，尤其对于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来讲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你很喜欢的话，给我点个赞，同时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好，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